是你跟别人说你在本尊的寝殿内睡了一夜？小仙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也没撒谎啊，我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他们想多了。再说了，睡一夜就睡一夜，也没什么。我在桃林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在程燕的房间里睡，我爹都不说什么。你这女子，怎么那么不重视自己名声？我爹说了，心中有正气，就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觉得跟神尊传出点谣言，算是吃了多大的亏。你这小心！难道是神尊你觉得吃亏了？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碰都没有碰神尊一下。住嘴！出去！啊？出去！哦。啊，对了，神尊你还没谢我呢。那日你发病是我救了你，你还没跟我道谢呢。好啊，本尊现在就跟你好好道谢。算了，没关系的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神尊你还是早些歇息吧，你要是觉得冷，就加一床被子，药我放在柜子里了，你要记得吃。那神尊，小仙先告退了。告退了。医官，如何了？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常去天泉沐浴，不要妄动仙法，再加上这无尽木之火，足以保神尊平安。不过心病还需心药医，神尊须得自己想得开才行。医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多谢医官。这无尽木倒也挺神奇的，区一小段就有如此大的火力。倘若这殿中无人的话，岂不是不安全啊？云峰上神若是不放心，大可留在殿中看守。反正上神对自己的神职也不甚在意，整日闲着也没事做。那个神尊，要不我留下来看火？你当无尽木是寻常百姓家的炉灶吗？你是鲛人，喜寒畏热，你来看火，是嫌自己得道成仙命太长了吧13，去把灵犀叫来。神尊，叫我师妹干什么？丹鸟属火，与毕方同宗。13他怕热，他应该不怕吧？可是，青瑶医官，你师妹现在是我浮云殿的小仙，使唤自家的小仙，不用你批准吧？师姐，怎么样，还待得习惯吗？既然选择来了，就好好待着。凡事要自己当心些。先走了，进去吧。神尊，云峰上神。13都跟我说了，神尊给我安排了新的差事，让我看火。神尊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差事办得妥妥的，绝不动着神尊，也绝不让火烧到东西。你这小仙，从进了门开始就笑得合不拢嘴，
怎么能给我师兄看火就这么开心啊？那当然了，能为神尊办事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小仙告退。师兄对他还是有所怀疑啊。长生海一事，他本就是重要关键。他可有问题啊？我在他身上未察觉丝毫魔气。但真君说的对，吞天兽对他异常亲密，不得不防。可惜啊，这几日天宫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全是你和这小仙的趣事。本来还以为师兄你沉睡了5万年，这醒来之后总有些好的变化，可是没想到，若是他真的有问题呢？身为战神，自当尽责，是该探一探这小丹鸟的底了。那日在天君面前，一仙乐伯的态度确实十分奇怪，似乎在怕什么。不问而入是贼也。你是何方小贼，擅闯我桃林，不怕死啊？乐伯在呢。乐伯也是你叫的。有几分手段，再让本仙试试你的斤两。巨傲无礼，言语无状，没上没下，我打死你这个任性妄为的蠢东西！别打了，师傅！神尊，小徒见识浅，不知道战神大驾光临，坏了礼数，得罪了战神。医仙言重了，是本尊来的唐突。医仙若是要继续修理徒弟，本尊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不是你还敢再说话？战神说笑了，战神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此事有事相商。令爱在天宫甚好，医仙不必挂念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到大在哪儿都活得特别好，所以说老夫从来不担心她。是吗？
我倒是听说他自幼在桃林长大，医仙不让他出去半步。这一次去天宫，是他自己逃出去的。女儿嘛，当然要严加管教，是吧？你说世事险恶，到处乱跑，你哪知道他哪天在哪个地方碰到哪个臭小子，被哪个臭小子一个眼神就给勾走了呀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外表光鲜，内心是扁是圆，是黑是白，谁知道啊？医仙对女儿很是疼爱啊。自己的骨肉能不疼爱吗？不知道灵犀的母亲为何人？不记得啦。想当年春宵一度，没想到过几年送了个女儿过来，就从此不见人了。这样的女人不想也罢。来来来，吃点心。你这桃林很是清幽啊，安静得很。本尊从来到现在，别说虫鸣鸟叫了，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老头子，我怕吵，所以说在这方圆10里之内设下了结界。山鸟自然是进不来，但是挡不住法力高强的战神呐。挡不住本尊，但是挡得住灵犀。医仙对女儿的保护可是煞费苦心啊。好酒。